大家好，我们知道，从文本生成图像的 AI 工具有很多，比如 Midjourney 是一个著名的收费的从文本生成图像的一个 AI 工具。这种收费软件对于我们普通的小白来说，费用还是很高的。还有一些免费的软件，比如 Stable Diffusion， 但 Stable Diffusion 通常要本地安装，生成图片质量通常也不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免费无限使用的一个从文本生成图像的网站。这网站名字叫 Rawfile APP， 它使用的是目前最好的文本生成图像的开源的大模型 Flux EDF。我们看一下 Flux 模型。首先看一下关于 Flux 模型的介绍。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很多文章说它是目前最强的开源的文生图模型。Flux EDF 模型目前最新的 Flux 模型。这里是 Flux 模型的一些中文介绍，比如这里说，安装当前最顶尖的开源模型 Flux EDF。这些图片就是用 Flux 模型生成的。从文本生成图像的这样一些图片。好，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个网站，输入该网站的网址。打开这个网站，他说这个网站由 Flux EDF 提供支持。我们只要输入一个提示词，那么它就会生成相应的图片。注意下面这里有一些按钮，如反向提示词，就是是否你使用反向提示词，我们把它关掉就不使用。还有这个内容安全，就是你使用的内容是不是安全的，比如是不是色情的。如果你要生成暴露的图片，那么把它关掉。如果不想生成暴露的或者暴力的内容，我们就把它这个打开。下面我让它生成一个什么呢？网站建议提示词一般用英文，就是提示词尽量使用英文，请使用英文输入提示词以获得最佳效果。你用中文也行，比如我输入一个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的小猫。我们让它生成一下。哦，这里要求验证，有时需要验证一下，你是不是机器人？正在生成，打开谷歌翻译。他这个背着书包，但没有骑着自行车，自行车在旁边。我希望小猫是骑着自行车。这个是骑自行车的。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猫。
背着一个书包，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猫骑着自行车。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好一点？这个提示词稍微好一点。所以我们输入中文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让它输入英文也是可以。虽然网站建议输入英文，但是你输入中文，一般的简单的中文也是没问题的，只要你把意思表达清楚。这个好像不对啊，这个好像可以。这是用英文提示生成的。对于这个，中英文差不多，我们让它生成一个美女。我们打开，比如这个 Prompt Hero 这样网站，然后这里是提示词，我将它拷贝一下，然后让它来生成一下。它每次要让我验证，不是很好。生成图像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我们自己在电脑上安装 Stable Diffusion， 如果你的显卡不是太好，在自己电脑上生成图片的速度会很慢。它这里就出现了这个 Not for you， 这个就是相当于裸露色情的内容。有的图片它认为不安全，它就不显示，就说它可能是生成了一些图片，然后不安全的图片它就给你屏蔽掉了，不显示出来。然后我们把不安全内容的开关再生成一下。我们看到它的生成的图像的质量，这些美女质量还是很好的，比那个 Stable Diffusion 要好。Stable Diffusion 我用过，发现生成的图像比如人都很丑。Stable FD Diffusion 很难生成比较好的图像，当然和它使用的模型有关系。将这个内容安全关闭掉，那么所有生成图像都显示了。比如我们让它再生成一个暴力的，一个男人拿着刀在街上砍女人，砍这个涉及到暴力的。砍人吧。
看它都能生成出来，因为我们将内容安全关闭了。如果打开，那么某些图像可能就不会显示。好，我们再把内容安全打开。一个亚洲的男人。刚才这个显示的就是相当于西方的男人。我们加一个提示词：亚洲男人在路上拿着刀砍人。他这个生成的人就是亚洲人。这个内容安全打开，好像也能显示出来。可能这个内容安全主要还是涉及色情或血腥。我们看看它生成的图像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比 Stable Diffusion 要好很多，就是和 Midjourney 差不多。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形状，比如正方形啊，这里正方形啊，宽的，还有高的，还有这个风格，可以让你选择一些风格，比如线条型的艺术。我们看星条型的，刚才那个，我们还是用刚才，随便找一个，还是找刚才这个美女吧。看看线条型的，它生成的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个 line 艺术，你也可以选没有风格。现在我们选择风格是线条艺术。看生成了什么，还有色彩，默认是没有，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色彩。光照，你也可以选择某种光照或构图。你看，图像有某种光照效果了。这个线条艺术没看出来啊？什么是线条艺术？哦，这个头发具有线条艺术。我把其他的关掉。我就是选择这个线条艺术。看，线条艺术，线条型的，画的是线条型的。这是从文本生成图像，我们也可以点右上角，通过图像生成一个图像，通过图像作为提示，就是点这个，你可以添加一个图像。那么你要上传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图片另存为，加入校一吧。好，然后我们在这里点这个，它让你上传一个图像，我们找到刚才图片。
Beautiful Indian. Woman. 翻译一下。一个漂亮女人。相似度默认的是20%，就是你生成的图片和它相似度是20%，你也可以增加相似度，比如60%，看看。我们最好将内容安全关闭。你看60%生成的图片和参考图片基本一样。我把提示词改一下。刚才是靠在墙的，我将提示词改成在街道上行走。这个60%影响太大了，将它调小一点。刚才基本上提示词都没有用了。现在我把它调成29%，调小一点。但这个提示词好像作用不大，我将它改成 Walking on the street。提示词还是在墙上，就是它和这个图像还是很相似的，就是脸现在有点变了。我们看这个脸，和原来的这个脸不大像了。我们再看那个小猫，刚才一个小猫在哪里呢？我的提示是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的小猫，但是给的参考图像是人脸，看看结果是什么情况。最后还是人脸。
说明提示词作用没什么用，作用不大。但我们看人物的衣服变了。我把这个提示词改一下。穿着裙子。我就把穿着改成穿着长裙子。还是不行。说明提示词作用不大。用了参考图像，这个参考图像的影响非常大。长裙子 long skirt。我将影响调低，调成它默认的20%。还是没有长裙子。但是她的脸型现在变了很多，出现了亚洲脸。穿着牛仔衣牛仔裤的这个亚洲女人。这个不是牛仔衣牛仔裤啊，短牛仔裤，这个影响还是太大。调小一点，然后形状改成纵向的。加个反向提示词。Not for you。
这个牛仔裤上去了，这个牛仔衣没出现。我们把这个影响调到11%，效果就好多了。最后，请关注我的频道，点赞。